台湾 M60A3 TTS 升级版现身，预计10月份完成观瞄系统的测评。在 M1A2T 底台之后，台湾现役的 M60A3 TTS 升级也走向正轨。根据 CNA 的报道，两辆 M60A3 升级版的测试型号在屏东恒春地区现身，还印着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院徽，炮塔形状与之前不同，预计加装了焊接式装甲。之前在九鹏基地亮相的 M60A3 大概率也是这两辆战车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 M60A3 升级案的状况与进度都很正常。在观瞄系统方面，预计10月份就能进行测评。如果一切顺利，在下半年的台北航太展，我们或许就能看到 M60A3 升级版的完整车身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这次现身的 M60A3 都有哪些升级？升级完成之后的 M60A3 性能又有多强？3月8日，台湾 CDA 报道，在屏东恒春地区，两辆披着帆布的 M60A3 战车现身，在战车的炮塔位置印有001、002的字样。在这些编号上方还出现了中山科学研究院的院徽，不难猜出这两辆 M60A3 就是升级版的测试型号。之前在九鹏基地中也有两辆炮塔被帆布遮盖的 M60A3 进行实弹射击，当时有报道称不知道是否是已进行升级的车辆。就目前的情况来看，答案已经很明显了。那么这次曝光的 M60A3 升级版都有哪些改变？根据这次曝光的照片来看， M60A3 升级版的底盘与现役型号没有太大的变化，不过炮塔有所改变，即使被帆布遮盖，也能很明显的看出来，其外形与现役 M60A3 的龟壳造型不同，大概率加装了焊接式装甲，以加强防御性能。在生产云豹战车期间，台湾已经获得焊接式装甲的制造经验。炮塔后方的置物栏中也加装了新装备，大概是因为升级观瞄系统所增加的环控装备，包括温湿度控制、空气过滤器等。通过该装置可以控制热成像、红外线、激光测距仪等射控装备的温度，维持系统正常工作，不会因为过热等情况出现故障。除了这些可以看到的改动，还有很多看不见的升级。火控观瞄与作战系统都将更新。现役 M60A3 装备的是 AN/VVG2 红宝石激光测距仪，有效距离为200米至4000米。确定目标位置后，自动传输至弹道计算机。如果敌方目标超过一个，车长可以根据战况选择。热成像夜视仪则是 AN/VSG2， 有效距离300米至4000米。不仅具备夜战能力，也可以穿透烟幕、地面障碍，在打击距离1500米的固定目标时，命中率可以达到 75%， 即使面对3000米的目标，也有 45% 的命中率。性能看上去还不错，但是年龄太大了。在20世纪70年代，美国就已经完成了 M60A3 TTS 的升级，而台湾则先后于1994与1996年分别购入160辆与300辆美军退役的二手车。相比较国际上比较先进的坦克，比如豹217、挑战者2、M1A2、Sweep 3等， M60A3 属于第二代坦克，依旧是使用传统的火控和通信系统，缺乏现代电子系统。在作战环境日益复杂的当下，升级是必要的。其升级版将加装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火控与观瞄系统，以及战场指挥系统等。在此之后 ，M60A3 之间也可以做到情报共享，只可惜中山科学研究院并没有透露太多的信息，具体性能我们也不得而知。除了以上这些 ，M60A3 的发动机也有所升级，动力直接增加至1050马力。现役的 M60A3 使用的是 AVDS 17902C， 只有750马力。按照原本的计划，由生产商美国伦克公司重开发动机的生产线，生产一批同款发动机，规格尺寸与原先的发动机一样，车内空间没有变动，也不需要重新设计车体。不过重开生产线的成本太高了，于是伦克公司提出了一个新的选择，为 M60A3 配备 M88A2 使用的 AVDS 17908CR。这两款发动机的尺寸差不多，伦克公司也愿意提供修改服务，确保 AVDS 17908CR 能装到 M60A3 内，无需对车体进行修改。
取消重开生产线之后，价格大幅度降低。台湾原本仅计划升级400辆 M60A3， 现在大手一挥，直接全部升级，460辆 M60A3 全都配上了新发动机。相比较原来的 AVDS17902C， 新发动机的动力达到了1050马力，增加了300马力。即使为炮塔加装装甲、提升火控、观瞄系统，也不会影响 M60A3 的机动能力。新发动机的采购方案将执行至2028年。不过，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 ，M60A3 的口径没有发生变化，依旧是105毫米。性能经过提升后，可以发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、高爆穿甲弹等，威力相对更大，但火力依旧不如120毫米坦克炮。对此，火力军只能说，还是 M60A3 最开始的升级方案更强，火力、防御、机动全部拉满。台湾现役战车包括450辆 CM11 勇虎战车、460辆 M60A3 TTS、100辆 CM12 以及50辆 M41D 轻型战车。主力战车就是 CM11 与 M60A3， 其中 CM11 属于一种组合战车，由 M48 的炮塔与 M60 底盘组合而成。虽然射控系统比较先进，但整体性能与妥善率较差，所以打算退役封存。那么能进行大规模升级的就只剩下 M60A3 了。相比较 CM11 ，M60A3 虽然是一款经历过实战考验的战车，但是与其他先进坦克相比，还有一定的差距。105毫米口径的坦克炮，火力不如主流的120毫米滑膛炮，炮塔采用铸造型装甲，构型落伍，避弹性不佳。老旧的柴油发动机虽然省油可靠，但马力比不上新型燃气涡轮，也没有现代化的战场管理系统。于是，在2016年，台湾就计划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对 M60A3 TTS 进行升级。这个时期的方案极为豪华，包括换装120毫米口径滑膛炮、更新弹道计算机、加装自动装弹机等等等等。在防御方面，计划为 M60A3 重新设计炮塔，采用避弹性更佳的构型，并加装爆炸反应装甲或复合装甲。这样做的话，坦克重量会增加至55吨左右。而为了不影响机动性能，需要更换动力更强的发动机，并强化底盘。当时的计划是换一个1200马力的发动机。如此一来 ，M60A3 的性能基本达到了第3代坦克的标准，唯一的问题就是有点贵，不少装备都需要外购，价格达到了1亿新台币，大约300多万美元。比新买一个坦克都贵，加上 M60A3 的设计太过老旧，即使升级防护能力也没有质的改变。于是，在2018年，台湾终止了 M60A3 升级案，并在2019年与美国达成购买108辆 M1A2T 的协议。目前首批 M1A2T 已经抵达台湾。不过问题在于，即使这批 M1A2T 全部抵台，也无法替换当下的主力坦克，必须对 M60A3 进行升级。只是按照过去的惯例，只要争取到首批 M1A2T 之后，续购的阻力就会小很多。最好的选择就是让这批 M60A3 撑到台湾购买下一批 M1A2T。此外，无人机兴起之后，主战坦克在战场的存在感大幅度下滑。这个时候再花费大价钱升级 M60A3， 难免会被别人诟病。于是，升级方案就变成了现在这样：由中山科学研究院升级火控、观瞄系统与战场管理系统，妥善不佳的发动机则交给原生产商，马力增加，防御不升级又有些浪费。于是，炮塔也有所改变，在这方面也用不了太多的预算。台湾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。在研发 CM11 勇虎时，台湾就考虑到了 M48 的炮塔太过老旧，很难抵御大口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或者反坦克导弹的攻击。于是从法国引进技术，在炮塔正面与战车前面加装反应装甲，并且在安装时没有影响车体与炮塔结构，而是通过外侧挂架的方式安装，并表示拥有特殊设计反应装甲在爆炸时不会影响到战车周围的步兵。只可惜，因为 CM11 的动力系统无法使用新加装的反应装甲，机动能力受到太大的影响，计划以失败告终。而 M60A3 升级版的动力增加了300马力，具备安装反应装甲的能力。通过对 CM11 的加装经验，台湾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评估这300马力可以安装多少块反应装甲，以及安装在什么位置。对于 M60A3 而言，并不需要全车安装反应装甲，只需在炮塔两侧与战车正面这些重点区域加装，
就能大幅增加防护能力，以最小的资源实现最大的价值。至于火力依旧是105毫米口径，火力军只能说的确不如别人家的 M60 升级版。为了升级自家的 M60A3， 台湾一直在关注其他人 M60 系列坦克的升级方案。除了美国的超级 M60 之外，还有约旦的 M60 凤凰、以色列的马加77和萨布拉 MK1， 土耳其与以色列合作的 M60T， 也就是萨布拉 MK2， 以及土耳其 MZK。在这些方案之中，除了以色列的马加77没换主炮之外，其他方案都采用了威力更大的120毫米主炮，升级火控，换装大功率发动机，并升级防护。但是对于台湾而言，不升级火力是正确的做法。中山科学研究院对 M60A3 的看法是重点投资与新旧的结合，说白了就是有钱也不能乱花，坦克这玩意儿部分升级就足够了。就比如俄罗斯在研发 T14期间，有限度的生产自用的 T90衍生型，重点改装大批 T72B3，之后又决定翻修库存的 T80BV， 将其改成 T80BVM， 以维持一线装甲兵的规模。而放在台湾这边，就是在购买 M1A2T 的同时，对 M60A3 进行部分升级，保持坦克部队的规模不会缩减，直到购买下一批 M1A2T 或者研发新的坦克。此外，台湾陆军对 M60A3 换炮的想法也不大，更换120毫米滑膛炮的确可以提高 M60A3 的火力，但问题是台湾真的需要吗？乌俄战争已经证明了一件事，在现代战争当中，坦克的作用是作为机械化步兵的移动火力点，已经不是反坦克的主要用途了。如果考虑支援步兵，105毫米的线膛炮精度更好，弹药体积更小，反而有额外的优势。M60A3 升级版发射的尾翼稳定脱壳穿甲弹、高爆穿甲弹，也能对付那些轻型坦克与轮式火炮。至于主战坦克，则交给 M1A2T。对于当前的 M60A3 升级版来说，最应该担心的应该是无人机。乌俄战场之上，坦克最大的敌人不是地雷、反坦克导弹之类的武器，而是铺天盖地的无人机。就台湾 M60A3 的升级方案来看，没有针对无人机做准备，唯一可以防范无人机的东西，那就是铁栅栏。2024年年底的时候，在台湾陆军无人机训练中心出现了加装铁栅栏的 M60A3， 并有照片流出。从暴露的信息来看，台湾为 M60A3 加装的铁栅栏遮蔽了整个车身，车长指挥塔上方安装了一个防护罩。只是当时媒体对这个方案并不满意，声称铁栅栏缺乏防护能力。从照片来看，事实的确如此。坦克加装铁栅栏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提前引爆敌方的反装甲弹头，降低高温高压射流的穿甲威力。但是台湾为 M60A3 加装的栅栏太贴近车体，能起到一定的防御效果，但并不会很大。根据台湾陆军的说法，后续将广搜各方意见，持衡修正研改，以达到最佳防护效果。最终结果如何，我们可以拭目以待。总的来说， M60A3 当前的升级方案的确不如原先的方案，与土耳其约旦的方案也有一定的差距，但是在 M1A2T 进入台湾的当下，这就是最佳选择。就像火力军上面说的那样，以最小的资源实现最大的价值。这次 M60A3 升级版曝光，也就意味着已经取得一定进展，具体外形恐怕要等到2025年下半年了。目前台北航太展已经开始准备，台湾正在评估比照 CM34 云豹等实车，展示潜力，将一辆升级版 M60A3 直接开到会场展示的可能性。或许在台北航太展上，我们就能看到 M60A3 升级版的完整车身了。好了，这一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。各位觉得 M60A3 升级版还有哪些优势？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见。